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1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持续下跌，有些高位卖出的同学目前已经开始考虑抄底了，而现在到时候了吗？特斯拉继续逆势上涨，还出现了突破型缺口，这个缺口能不能让特斯拉摆脱震荡，出现新的上涨空间呢？博通连续大跌，来到了关键支撑，可能会出现关键性的超跌反弹机会。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67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就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技术面告诉大家，目前市场的一个下跌，它到了低点没有？究竟怎么样能够去进行安全的抄底？很多同学在下跌买股票的时候，会经常买到半山腰，就是没有一个安全抄底的一种概念或者说逻辑。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下，通过缺口和一些理念，包括股价的回调研究，什么地方为回调的一种极限点，来去把握到市场这一波下跌时，它究竟是一个回调，还是反弹高点确认，这是一个头肩顶形态，而市场即将走出更深的下跌。所以我们需要判定市场的一个环境，而后再看到市场后的个股表现。我们会通过第二和第三部分讲到个股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Circle、SMCI、OKLO、PLTR、Koi、美光、亚马逊等以上个股的分析。希望今天的内容依旧能够对您产生帮助。当然，这里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您会看到阿哲视频的内容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并且图中的一个内容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关注，那么可以点击下方的时间轴，阿哲已经标记好了段落，您可以点击最想要观看的内容，可以进行一个跳转。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你。那么阿哲唯一的一点提醒就是第一部分还请大家认真观看，不要跳过，因为第一部分内容是最关键的。指数的环境分析完后，我们再去好好的去看手中个股怎么去对待和制定策略。在市场还处于上涨时，我们买什么股票，基本上大概率都能够盈利。而市场到了高点，阿哲当时提醒了多次，九转到来要进行高抛的提醒。那么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您还是持续的买股票，而股价出现下跌时，你会发现交易就变得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先看懂指数，再去研究个股的买点和卖点。当指数环境不好时，你如果在这个阶段依旧用前期的这种策略，那么大概率您的成功率会很低，很多时候呢就会出现买了被套，买了不涨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维度，叫做缺口。缺口的一个研究，阿哲曾经有讲过很多次啊。市场中呢对于缺口有很多的定义，比如说特斯拉昨天的突破，有可能呢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突破型缺口，亦或者呢是衰减型缺口，是吧？等等的定义会有很多。但阿哲在今天的缺口讲解当中呢，我们就讲两种缺口，以方向来定缺口的一个含义。市场如果是下跌途中所产生的缺口，我们称其为一个向下的缺口，或者说叫下缺口。而如果股价是在上涨时出现的缺口呢，方向向上，我们叫它上缺口，以方向定缺口，以多空定缺口。一个是多方缺口，一个是空方缺口，我们不用太复杂去定义衰竭或者说突破、延续和普通啊，我们就只需要这么去看。那么缺口最简单的一个方案就是它会有支撑和压力表现。所以价格这一次上涨，除了到了神奇九转它出现了下跌的提醒之外，前方的缺口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到达压力位不能突破，所以也出现了本次的一个下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几个考量，就是目前的市场究竟是多方比较强还是空方比较强。我们通过缺口也能够去发现这一点，甚至通过缺口还能够去看出目前的趋势处于上升趋势还是下降趋势。那么当下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而从技术分析上，阿哲调出了缺口指标。那么当前图表当中，蓝色块就是向上缺口，而粉红色块就是向下的一个跳空缺口。而在这种缺口的一个设置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哪些缺口回补和哪些缺口并没有回补，以及有些缺口产生的压力。这一次的一个上涨呢，把缺口回补了接近一半啊，但是并没有成功回补，所以缺口呢还是具有压力，市场出现下跌。而下跌时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这里有一个向上缺口，所以它是一个支撑，价格碰到支撑点，它究竟会有什么反应？我们这里要去提醒一下，如果是一个上升趋势行情，股价呢有更高的高点，那么没有更低的低点，
对于这种趋势，我们叫做上升趋势。而多方强势的市场，也就是上升的市场，它的缺口有一种表现，就是多出现向上的缺口，而少出现向下的缺口，并且上缺口一般不被回补，而下缺口经常短期就被回补，这种是上升趋势一种特征。而同样的，它的特征还表现为向上的跳空缺口，哪怕偶尔被回补，它也会短线开始，它会短线快速的产生多方的进场，或者说低点出现。我们会看到，在这一个地方有上缺口，一被回补，低点就出现。这里是上缺口，一被回补，低点出现。这里是一个缺口，曾经被短线回踩有支撑，而后并没有回补。那么这根大阴线回补了，一回补就是低点，所以这是一种强势的表现。多方的强势特点就是要么不回补，一补上缺口就是低点，并且它的一个下跳缺口，它会很快出现的是空方衰竭，多方进场。所以一有下缺口，市场反而是砸盘，反而见到低点。而在当时出现了这一波下跌之后，阿哲有告诉大家，通过缺口的角度，其实目前多空之间有所转变。市场在这一波上涨当中出现了连续的上跳缺口，而上跳缺口产生的时候呢，这一个缺口被快速的回补。我们说过，上升趋势出现的缺口，它要么不被补，要么被补之后快速会产生反弹，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反弹出现是 OK 的，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反弹之后快速出现了一个下缺口，而我们知道强势的多头行情下缺口要被快速回补，可惜这个缺口一直没有被回补，包括后续所产生的这个缺口也长时间3天以上，后续才被回补。而也从这一个缺口产生之后，你会发现后续的缺口哪怕是这么大的一个上跳缺口，它也被快速的回补。所以当前的市场，我们之前的定义就是从缺口角度看多空，目前的多空最良好的状态，我们也只是看震荡，也就是说多空的平衡。而如果相对悲观来讲，目前的多方已经弱于空方，空方较强，所以当下已经出现了长时间不被回补的一个下跳缺口，并且它被验证为压力，而这个压力后续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说明这里呢是一个强压力，并且碰到空方会进场去做空。而现在我们看一下它具不具备下跌趋势的一种特征和多空的表现。下跌趋势就经常呢会出现向下的跳空缺口，而少有向上跳空缺口，并且向下跳空缺口呢，它不容易被回补，有压力，甚至一回补呢也容易出现空方的表现，这种是纯粹的下跌趋势。而一旦出现向上的跳空缺口，它会很快被回补，并且回补之后呢，没有低点产生，或者说没有止跌的现象。那为什么我们在12月份第一个视频讲的是目前的美股市场可能震荡的概率会更大一点？因为当下呢，它没有很明显的上升趋势缺口的表现，也没有很明显下降趋势的缺口表现。你会看到的是这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长时间没回补，而后在后续这里被回补，回补之后呢，有空方的力量，但只是一根假的下跌的阳线，所以这个空方力量有，但却不强。那么理论上出现这种行为，就说明多方表现是 OK 的。但是多方表现 OK 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上行，到这个缺口却遇到了明显的一种压力，所以多空之间呢，它的博弈还是比较平衡。所以当下回补了这一个缺口，我们要注意了。正常来讲，不管是平衡的市场还是多方强势的市场，一旦回补向上跳空缺口，它会有反馈，这个反馈会有一些延迟性。比如说这一天回补了，它实体回补，实体跌破，所以这个支撑被破了一次。但因为它是一个向上跳空缺口，所以被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反向的力量产生。像之前这里被补了，哪怕空方不强，它也会有一个动作反向产生，这是一种大概率事件。所以这里补了，那么今天如果开盘又是低开，亦或者是又有明显下跌，那么应该在盘中，亦或者是在这2天就会有一个往上拐头的一个动作。而通过这个动作的强弱，我们可以判断出多空之间的一种表象，我们可以判断出多空之间的一种力量博弈有没有改变。如果当前是多方强势，那么这一个回补缺口后的动作反弹应该会特别的强，甚至借此产生回调低点，而去上方的一个缺口。而假如反弹力度较弱，就会像前期这里一样股价呢补了一下，往下调一下，然后就继续上涨。那么这里呢有可能是弱势的，就是补了缺口往后弹一弹，然后继续往下跌。那么这种就说明市场的一个多空的表现力度，我们可以在之后的2根 K 线当中可以见到它的一种反馈。而通过这种反馈，我们可以去判定是否能够去进行抄底。如果反馈弱，它就是一个轻微反弹，那你千万不要随便抄底。如果反馈强，出现明显的上涨，甚至把这个阴线高点都吞掉，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回调低点的出现，而后多方呢是强势的，我们可以看继续的一个创出左边的高点。这个逻辑和前面这里是相当的，
这个缺口被回补之后，空方力量弱，所以往上呢继续看啊，左边的高点能够被突破。这个地方如果补掉，确实多方有反馈，空方没有表现的那么强，那么我们的反馈就是能够向上看啊，左边的新高能够被突破。所以这个缺口后的反馈比较关键，它反映出目前短线上对于这个地方，它反映的是短线上多方是否是走强，还是依旧多空均衡，甚至呢它依旧是多方比较弱。那么以上就是对于缺口的一个观察，可以让我们去分辨多空之间的表现。那么大家呢在个股上也同样可以这么去看待缺口的一个回补和支撑压力的一个作用。正常它有支撑的话呢，收盘价是不会有效跌破的啊。所以如果这个缺口被收盘有效跌破而后没有明显反弹，那么这里就是支撑无效，那么你要往下去看是否有其他支撑。那如果按照缺口的支撑去看，如果这个缺口守不住，那往下的缺口是谁？那就是前面这个倒形缺口了。那么这个空间是蛮大的，所以缺口一旦没有明显反馈，你不要随便去抄底。这也是我们等一下，这也是接下来阿招讲到的所谓的安全抄底的概念。那么安全抄底的概念其实很简单，从短线和中短线来讲，你只要能够在下跌时不要在阴线买入股票，那么其实你就比很多人强了。那么最近阿哲经常收到有同学的一个询问，就是阴线下跌，那我有一些办法看到它盘中止跌了，那我要不要在这种阴线下跌时我去赌它是一个回调，后续有圣诞行情，我要不要去买到这种阴线的地方？好，那么这种时候呢，你就是在做一个低概率事件，而且你带有赌性，你想要赌圣诞行情的产生，你要赌这里是一个低点，那么这些行为呢都是非常不理智的，偏感性的，而且带着那种相对赌的成分在。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一下自己，如果这个低点你没有买到，后续股价涨了，这里是个回调低点，那它真的会让你抱憾终生吗？它会不会让你明年2026年就结束交易生涯？你是不是这个点不能够买到低点，你会很后悔，你会很痛苦？如果并不是，你只是单纯的就是有个赌性在，你就单纯的想要去买股票，最近呢可能空仓货，最近呢可能卖了股票之后有一些手中现金仓位，就是心痒痒的想要去买股票。好，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心痒，那么阿哲想的是你尽可能不要乱动，就除非你真的是这一笔交易你不做，你明年就不做交易了，那除非你是这种情况。如果你是这种情况，那么阴线你去买随便啊，无所谓。那么阿哲呢也不阻止。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安全抄底的概念下，至少阴线不要买股票，等待连续调整之后加速之后，至少要出现阴线下跌的 K 线实体在变短，就下跌动能要衰竭，而后要出现阳线。我们看它之前的每一次回调，特别是这种大跌之后啊，你如果能够等待一根阳线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就类似于仿包阳这种状态出现的话，它是一种特别右侧的止跌的反馈。大部分情况下有这种 K 线产生，而它又真的是个回调，你是能够把握到这种单波回调、小回调的这种低点的。像这个低点、这个低点、这个低点，你都可以等到一根阳线仿包之前的 K 线高点、阴线压力的时候去买入股票。那么基本这些低点你去买都没有问题，包括这种回调低点、回调低点、回调低点，你等一根阳线啊，收盘价比昨天高点或比临近的阴线高点要高，这个时候呢，你是可以买到比较安全的抄底点位的。当然这个方法不是100%，这个方法只能对应简单回调，像这种多波的回调，下跌反弹下跌反弹，所以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 K 线之后，那么它只是一个反弹，而且如果这根 K 线还很强势的话，有可能是一个反弹高点，那种时候你一跌破就要立马跑。但是你会发现这里输了，这里止损了，但下一次再出现这种 K 线，有一根阳线比昨天的高点要高，是吧？一出现这种仿包 K 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低点是不是也成立了？这里输了一次，那这一根 K 线就让你成功了一次。所以在下跌时，我们如果能够给自己一个定义，就是我尽可能不买阴线，也不买弱势 K 线，我等一根仿包阳线产生，而后再去看是否有真的止跌。大部分情况下，你可以买到单波下跌的一个低点，类似于这种很快速、很强劲的下跌，你用这种概念去看股价下跌啊，有阳线反弹是吧？好，你如果左边是一个长阳线，你可以用它的一半来做定义，有没有一根阳线收盘过它的一半？如果有过一半，明显过一半，好，你可以看一个反弹的出现。好，如果没过一半，并且它也没有仿包阳线，这种情况下呢，就尽可能不要动，还属于下跌途中。好，等到它跌到有仿包阳线时，至少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低点，这个时候你去买进会比中途去买要好很多。好，而后股价又下跌了，下跌途中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低点，好，又是仿包阳线，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反弹的低点。当然了，我们这种下跌已经改变了趋势，你再去做呢，就属于逆势，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抄底归抄底，但是仓位呢要控制。这里如果你不及时去卖出啊，它可能就会破你止损，短线反弹，那么利润不走，就可能会再破新低。
而后再次股价下跌，那再出现这种 K 线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一天？好，这一天出现了反包阳线，从这里开始是不是又是一个低点确认？所以用这样的一根阳线，比如说大阴线出现啊，然后你等一根穿透、刺透一半的 K 线，这种也能算是一种止跌。如果它不是一根很大的阴线，那你可以等一根反包阳线，是吧？也行。这两种 K 线出现，一般你再去考虑抄底的事情就偏右侧，那么它会比较安全一点。特别是趋势它真的是强势的上行的。而当下你会看到这是一根长阴线，是不是至少要等一根阳线穿透它的一半，我们再去考虑是否抄底。而在这之前，它都是强势的下跌，还未止跌，就不要随便去抄底，随便买入股票。特别是之前已经成功高抛的啊，刚跌没几天你又买股票，而且还是下跌时买，那这个地方如果再跌，或者说反弹一下再跌，那你之前卖的地方就白卖了，还是被套。所以这就是以上我们通过缺口和安全抄底两个点告诉我们，目前不能够完全说明市场走弱，它有可能是一个回调，但是至少要等待 K 线的确认，要么是一个刺透一半的 K 线，要么是一个反包阳线。以上呢就是对于缺口和安全抄底我们的两个知识点吧。那么也希望这两个部分能够对于大家当前的指数分析和个股交易上都能够有一些帮助。那么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的小红心，点一个赞，支持阿哲日常的创作。那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抽点时间在下方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评论。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还未订阅阿哲，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在学习之余，用你的小手指点一下我们的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而显示已订阅之后，就说明您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很高兴您能够订阅阿哲频道，未来呢，我们可以持续学技术和交流美股行情的分析。同时，您也可以在点了订阅之后，再点击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都可以在阿哲发布之后，第一个收到阿哲频道和系统的通知，那么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了。那么这个铃铛如果不点开的话，那么可能阿哲的视频是无法及时通知到您的，所以最好订阅同学把铃铛可以全部点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三部分，叫做短波回调的极限点。刚才我们是通过缺口啊和安全抄底来界定，我们如果要去买入，要去尝试性抄底回调的话，那么哪些点位的 K 线出现啊，它会好一点。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界定的，就是股价的上涨。这里如果真的看回调，那么它应该调到哪里就最好不要再跌了，最好有支撑了，再跌可能就对趋势有影响了。这些判定呢，可能是前面两者无法去很明确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学习一下短波回调极限点。在上期视频我们其实也讲过这部分，如果您是学过的可以跳过，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一定要认真听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市场当中的上涨后的回调怎么去看。目前呢，你所看的是一个彩虹带指标，这个指标是阿哲趋势交易系统当中中短期波段一个很关键的参照指标。阿哲每次做波段交易时都会去看到这个指标，去分析它的一个趋势和行情，不管是指数还是个股。那么这个指标呢，只要您是订阅粉丝观众，基本都能够使用到它。所以稍后阿哲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去激活这个指标。要研究股价的上涨和回调，那么必须要明确一点，就是你一定是在一个上升趋势当中研究回调，你不可能在下跌趋势当中去认为某一波下跌它是回调。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关键点的界定，就是上升趋势是怎么来的。那么用这个指标呢，阿哲就比较简单了，就是紫色的飘带颜色就代表当前的股价极大概率处于上升波段，中短期看涨。如果是黄色的飘带，那么说明目前处于下跌趋势，中短线周期处于下跌走势的概率是极大的。所以阿哲一般会在紫色带的时候去研究回调，而后在黄色带时呢，阿哲会尽可能不去猜测每一波的下跌是否会回调，我们会一切把它当作是一个主跌浪来去处理。我们只会在上升时是一个紫色飘带，而回调时它还是紫色飘带的这种过程当中去研究它是否为一个回调的低点。而回调时呢，会有一些界定点，就是这一波回调对于空方来讲是强还是弱，对于多方来讲是强是弱等等，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好，股价如果是上涨，它的调整呢一般分为3个档。第一个就是市场的极强势的调整，正常达到这个点，它一般就能够称为是砸盘。所以股价有一个升幅回调，这个点叫砸盘点，也叫升幅洗盘。所以这个点位呢，一般如果出现了，它就要在这里止跌，如果不止跌，可能就会破坏前期的上升趋势。而价格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回调区间，就股价涨多了它会跌，那么跌到哪呢？就正常应该跌到这个价位，所以这个空间属于正常的一种股价涨多了之后应该跌到的位置。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股价涨多了，
但是本来应该跌到正常区间内没有跌到，而在提前的空间止跌，这种叫强势的动作。所以对于多头来讲，它涨多了之后要释放风险，释放风险时，如果它并没有达到正常的区间，那么就说明多方很强势，空方本来应该释放足够的力量却并没有，所以有一个点叫做多方强势的回调点。好，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多方正常的回调点，以及呢多方弱势空方强势的一种砸盘点。那么对于这个界定，我们用飘带可以去判定。飘带呢它有几个价格，一个是上沿价格，一个是下边沿价格，还有它的区间内价格。如果股价的收盘价它连飘带的上边沿都没有跌破，比如说这种回调，这一个回调，它这种就属于多方很强，叫涨了一波之后它的调整连飘带都不碰，所以这种是很强势的，叫多方的强势回调。那如果价格走势它是碰到飘带，那么股价如果它是碰到飘带之内，比如说收盘价它是在飘带之内收盘，而后第二天涨回来，是吧？它只是调到飘带，而后就止跌，这种叫做正常的回调。而另外一种就是飘带的下沿，一旦收盘价跌破飘带下沿，属于砸盘，而只要它还是止蝕带，那么这种跌破飘带下沿的动作就叫做砸盘点，也叫做极限回调点。一旦到这个地方如果还不止跌，那么就说明市场的趋势可能在中短波就要走坏了，就要走差了。那么这个具体的支撑位，砸盘的低点支撑在哪呢？正常来讲就是跌破飘带的第一天，我们标记一下1号 K 线，它的隔天第二天为2号 K 线。好，两根 K 线里面选偏低的 K 线，比如说这里是1号 K 线，那么这里就是支撑，这个支撑点不能被跌破，跌破趋势将中短期走坏，因为它超过了砸盘的一个极限点。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底。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里，它是跌破的1号 K 线，隔天是2号 K 线，两天选偏低的，这里是支撑。你会发现在上升趋势当中，有时候它就会出现砸盘的低点，一破就是低点，是吧？一破就是低点。像这个地方也是破位之后就是低点，所以两者之间取最低，所以这些地方都是砸盘的支撑点。而后我们再看到现在股价呢往下回调，回调时它是止蝕带，所以我们去考虑它是一个回调。那么对于回调的界定，首先第一次没碰到，有可能是强势回调，但是它没有止跌的一个阳线上涨，这一天还是下跌的。那么第二天砸到飘带之内，有可能是正常回调，但我们说过它必须要站回飘带之上构成买点，它也没有站回来，就开盘高开而后就下跌了。好，那么现在收盘价跌破飘带，所以当下我们的判定就不是强势回调，不是正常回调，而是一个砸盘低点。而如果连砸盘低点都无法止跌，那么这里呢将是趋势的破坏。所以如果要做回调，我们要知道关键的点位现在在哪里。也就是说，昨天是跌破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两天里面低点选最低的那个点，而后作为支撑，那个支撑点不能被跌破，被跌破就超过了砸盘的区间，而后市场将看弱，它至少会有二次回踩，而不是一个正常回调。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会有一个关键的支撑在今天或昨天产生，我们到时候把那个支撑点画上，而后你就会知道了，那个点位是不能破的，一旦被破市场的走势就走坏了。那么以上就是对于缺口、安全抄底和短波回调极限点的一个讲解，希望这3小点能够对您对于市场有一些帮助。当然阿哲所讲的这些知识点，指数可以用，个股同样适用。我们等等也会讲一下个股当中有一些股票也出现了关键性的短波回调极限点。而在讲解第二部分之前，那么阿哲要讲一下，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刚才所讲到的彩虹带您如何去激活？只要您订阅了阿哲频道，您其实能够得到3重阿哲所提供的福利。阿哲非常感谢首次相见您能够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想要激活彩虹带，我们只要简单的订阅阿哲就行。然后在右上角呢有一个弹出的小卡片，您点击之后找到助教就可以激活彩虹带。当然了，您也可以看到评论区，评论区呢有一条置顶评论，里面有一个链接，您同样可以点击链接找到助教。而找到助教之后，其实可以领取3重福利。第一个就是彩虹带，我们通过彩虹带，不管是指数还是个股，亦或者是其他的标的，您都可以看到它是紫色带多头区域中短期看涨，还是黄色带空方区域中短期的看跌。在下跌趋势当中呢，我们就要注意任何的上涨为反弹；而在上涨趋势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任何的下跌以回调去看待。所以反弹呢有强势、中势和弱势，那么回调也有强势、中势和弱势。中势呢就是正常的回调和正常的反弹。
以此去界定我们的一个股票趋势啊，那么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一个观点。所以草阳带是阿哲极力推荐各位订阅同学啊，都好好的去关注去看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第一个福利，这也是为什么阿哲把草阳带作为第一个福利，因为它确实对大家的交易和趋势的研判会有一种辅助的作用。阿哲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的了解一下趋势交易。而第二个福利呢，是盘前广播和点位的一个预测。阿哲在每天的美股开盘之前，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写。那么这广播当中会讲到指数的一个分析和个股的分析。那么不管是大盘还是个股，都会有带上一些关键的点位。那么在这一次高点下跌之前，阿哲其实也是反复的在盘前有提醒到啊，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等美股三大指数，其实都形成了一些风险的地方，不管是左侧还是右侧，是吧？当时是12月的10号。那么在盘前广播当中，你看到这些内容，阿哲也无法去完全的主导大家的交易，就你看到之后，你也同样可以买股票，但是阿哲也希望大家在通过这些文字上的表述时，可以提个醒，是吧？市场到了某些危险的地方，你看到了，你可以相对收手；到某些机会的地方呢，你看到了，可以相对的关注一下。那么这是盘前广播阿哲希望给大家提到的一个小小的作用，也希望呢它能够帮助到各位订阅粉丝同学在交易上啊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角度。而第三重福利呢，就是我们对技术分析的进阶学习了。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可以学到一些非订阅同学所不能听到的一些课程。我们的内部课程一般每周呢会有5节课，其中有4节课是只对订阅同学所开放。这4节课程也都是不同的主题，每周会有变化。那么本周我们会讲一下波段趋势如何能够去拿到当前的波段利润，会根据实际的行情，结合技术分析的进阶方法来去讲解。所以这些课程内容都是大家可以找到注要之后可以报名参加的。那么像今天已经开始第1节课了，明天会有阿哲讲到波段洗盘、趋势攻守3线。那么也希望大家去跟朱老师报名之后，明天可以一起到内部课程当中去收听和学习。以上呢就是我们的3重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只标的分析是特斯拉。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呢最近一直在逆势的上涨啊，市场呢出现了2根阴线，它反而出现了2根阳线，而且一天启动一天加速。所以当下呢我们要去确定一点，就是之前我们所讲到的一个目标位462.21，它是否这一次是有效突破呢？昨天的这个缺口它的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刚好一个跳空缺口把左边的462.21给突破，同时突破的还有左边的这2个高点。所以如果这里是个震荡区间的话，它这个地方已经是成功。但大家要注意了，这个突破缺口它是否突破缺口要确定一下。正常呢我们是需要关注它短期是否回补，2到3天内如果不回补，这个缺口就很稳固，那么是一个突破性缺口的概率就极大。这个缺口突破时创新高，这个动作是否能够作为买点呢？一般阿哲是不太建议去买突破的，特别是在市场弱势时。如果目前的美股市场是这么个走势，好，那么这个特斯拉的突破你是可以去做一点追涨的仓位的，但是也肯定不能多。而如果指数是弱势的情况下出现逆势突破，那么阿哲建议大家多确认一下。如果本周周一的公开课大家有听到，那么阿哲是讲过特斯拉目前的状态有可能还是一个无趋势状态，但是为什么会走得那么强呢？这一波是因为它走了一个发上行动作，那发上行动作就是低点在降低，而后高点也在抬高。之前这一次高点也突破了462.21，但是它没有站稳，而后第2天跌回来了，在这里震荡之后出现了快速下跌，是不是出现了高点在抬高，而后低点在降低？所以对比之前的这一个动作的回调，当时是收敛的，现在是扩上的，所以你无法去通过这一个新高与否来判定它是否走出了这种震荡格局，因为扩上的震荡它是不好去走出来的。所以当下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股价它走了一个突破新高，它这个新高会不会跟之前的扩散的高点一致，创新高之后就出现明显的一个回调。如果这个地方真的要走出突破的有效，那么首先就是我们所说的缺口它不能被快速短期回补，回踩时要有支撑，而且最好不要被回补，如果被回补就不算是突破型缺口。同时你要看的就是它会不会出现的这种阴线实体补缺口，而后快速跌回462.21，如果是，那么这个地方的点位依旧不算有效突破，跟之前一样，目前还是一个扩散的高点上，所以这个地方做交易呢风险性很高，这是阿哲要给大家去讲到的。而我们这一个462.21和这几个高点都属于相对中期相对偏中期中短期的一个支撑压力。那我们再看一下短期，如果从这个低点往上去测算它有哪些压力。现在我们看到奇门9价的测算方式，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是2天明显的放量啊，所以这个动作对于突破来讲是好事，但是因为它的整体的格局是宽幅的震荡、扩散的震荡，所以这个放量我们要关注它是否是一种上涨出现资金的离场的行为。而当下从短期来看呢，上方的压力有一个 480.06， 这个价位呢是我们通过奇门9价的第4个目标，它是一个压力。那么这一个压力和支撑的表现，它是通过上影线给我们一个提醒，市场呢在一次回踩之前突破的支撑，之前的一个压力短期上升 441.47， 而股价出现了上涨回调，那没有去跌破这一个之前的压力，那么就转为支撑。好，而后从这个点位往上跳，最近的2天直接就把这个区间走完了，从 441.47 走到了 480.60。那么这个点位走完之后，它来到了一个压力位，出现长上影线，那么这个反馈是不是说明短线的压力它也是有效的？所以当前这个地方除了462它的支撑会不会变成支撑？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462会不会由压力转为支撑，就看后续的反馈回落时它的一个反馈会不会站得稳。还有就是 480.60 它这个压力会不会后续被突破，那么这才是真正打开空间的一个短线的压力。所以当前来说，那么阿哲的观点就是目前只要还处于一种加速阶段，无法判断出是否走出宽幅震荡，那么我们就先等1-2天，看它回落的一个力度、压力的反馈。如果连462都没有去跌破，而是回踩站稳，是吧？只要是引线补缺口，引线踩这个462，那么后续等再次启动阳线，它应该就会去攻破 480.6， 那么这个地方是启动缺口的一个概率就极大，或者是它跌回到462，市场呢虽然走弱，但确实是一次强力的突破。那么我们后续在 441.47 曾经的这个支撑位，以及飘在上沿，目前这个上沿如果它的回调是强势回调，那么 441.728 也将是一个支撑点。所以阿哲一直说的就是我们可以等它突破打开空间找回调买点，也或者是不能突破找回调买点。好，目前是突破，那么空间是否打开，我们关注后续的回调是属于正常回调还是强势回调，亦或者是弱势回调，找买点去博弈它这一波行情趋势走成。那么这一个趋势一旦形成，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新高，所以没有太多必要在这个高开高走跳空缺口的时候放入太多的一个仓位，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的一个股票走势，我们近期呢通过日线的一个九转下跌和九转的上涨，是不是这个低点和这个高点基本都把握了，而后这波反弹也是及时的进场和及时的提醒风险。所以只要你能够掌握一些相对固定的识别市场风险和机会的方法，那么我们只需要去执行即可。而当前的市场下跌它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170天线它的一个压力，就是九转刚好在这里产生，所以市场出现了一个技术面的共振，出现下跌。目前的调整力度其实还可以，我们等通过彩虹带也能看到一些支撑。而通过周线来看呢，它是一个周线上的下跌9，而这个下跌9呢更像是上涨后的一个回调，所以这一个低点是我们可以在做 Meta 的中线的时候去考虑的，也是在这个9形成之后呢，我们是比较好的看涨这个低点的形成，它有可能是一个反转的底部，至少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那么当下我们就等待再次的一个买入机会，之前的反弹仓位肯定是要离开的，那么现在这一波回调呢，我们就等待再次的一个买点。那么究竟怎么去买，我们来看一下日线的一个趋势彩虹带。当前我们所看的是 Meta 的日线图表，Meta 的图表中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提醒，就是这一根 K 线。昨天的 K 线呢是一个蓝 K， 蓝 K 是阿哲交易体系当中一种回调时可以关注的超跌信号，也就是说只要是紫色带，并且它是一个回调。好，那么这个地方出现蓝 K 就意味着我们要去关注了。当前的收盘价跌破了飘带，所以它是一种正常回调的区间。好，正常回调区间出现一种超跌 K 线，我们的处理方案是这个地方如果收盘价收阳突破蓝 K 的高点，那么构成一个回调买点，这种回调买点是正常回调。而这个买点呢，一般只在趋势看好时去做，如果趋势呢是不好的，比如说黄色带，好，它哪怕突破了，哪怕这里是低点，一般我们就看个反弹。好，因为它这里它是一个紫色带，所以回调时出现这个动作我们去买，那么看的就是继续的一个左高的突破会更好一点。当下我们就以昨天的这根 K 线高点作为一个目标位，如果出现收阳线过，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买点，属于正常回调买点。如果没有出现，那么就继续等待它是否会出现跌破下沿，亦或者是
后续再出现突破，我们再去关注。所以当前的 Meta 出现了超跌信号，但是还没有买入点，出现买入点再及时的跟进即可。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一个走势最近很明显是走弱的，之前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而后最近是破位之后呢，相对反弹了一下继续下跌，所以确认了跌破的有效，并且确认了之前颈线位这里它的一个压力有效，所以当前的英伟达我们依旧看的是下跌趋势的延续。那么只要下跌趋势的延续，那么正常来讲这个低点很多时候它会被继续的破底，这是下跌趋势的一个特征，就股价下跌反弹无法有高点，而后容易有低点，所以之前就一直在维持这种走势，就反弹呢不容易见高而后下跌呢容易见到更低的低点，反弹不容易见高点而后呢见到更低的低点，目前在延续这种走势，所以至少它要到前面的下影线附近寻找支撑，看一下是否能够在这附近出现止跌。我们再看到趋势的角度彩虹带的表现。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图表上会明显的出现一个黄色带，黄色带就是下降趋势。好，下降趋势出现了所有上涨先以反弹看待，所以当时低点 169.5 是出现了上行，到了黄色 K 线，它意味着这一波上涨是一种滞涨的状态，也就是说出现了超买。好，超买后出现下跌，而现在是一种我们所预期当中的，或者说正常趋势就该这么走的一个反弹高点的确认，而后股价呢下跌，目标呢就是前低，所以当前就是下降趋势的一个确认如果这里确实有一个更明显的低点出现的话，甚至是实体阴线破位的话，那么其实就更加明确了下降趋势的一个绝大概率或极大概率就形成了。那么后续的每一次上涨都以反弹看待，当下呢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因为这一波反弹它至少弹到飘带之内了，所以它属于比较 OK 的正常的反弹力度。那这种力度下，如果二次回踩不创新低，在这个影线附近能够有明显止跌向上，能破飘带，其实就有机会产生这种转为震荡，甚至呢后续走强转为上涨的可能，但是它必须要出现这种行为，然后这种行为的发生它需要时间去构造，所以它不是那么容易有一个下跌趋势再次转为震荡，或者说转为上涨行情。所以英伟达在比较长的时间之内可能我们是只能看下跌趋势，而无法去猜测何时去走为上升趋势。目前在下跌途中呢，出现了一个运线，就是小 K 线呢在大 K 线的区间之内如果今天再出现一根阴线把这个低点给跌破，那么就说明它确实要往前低去了。运线如果下破又是顺势下跌，那么这里将可能出现加速的一个探底行为，或者说破底行为。而后价格走势的上沿就是压力 180.927， 所以这里它大概率要么走一个加速，要么走一个震荡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关注一下压力呢，上方是 180.927。以上就是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第一只标的是谷歌。目前所看的是谷歌的图表，在谷歌图表当中，我们会看到它也是一个紫色飘带，而且维持了很长时间。紫色飘带只要还出现、还维持没有变色，那么碰到飘带的时候，关注它是什么调整。之前这里呢是一个跌破，跌破之后它就属于正常的一种调整区间，股价涨多了，该调就是调到这个附近。那么中短波只要不扩大它的调整周期，不发生中期以上调整，那么中短波的趋势调整彩虹带就管得着。好，那么这里呢就没问题。好，价格走势出现了跳空。好，跳空之后这里出现了一根阳线，其实就是我们在这附近去找买点就行了。你再往是吧？你可能就找突破，但这种突破呢其实就太晚了，所以一般就是正常回调，然后在这附近找买点。目前就是又来了一次，股价它是涨多了，有黄 K， 回调是吧？涨多了该调，那调到哪呢？调到飘带之内，飘带之内的低点它是谁？是 305.942， 这里如果跌破就超过了正常回调，就容易走弱。好，所以当下它没有跌破，还在飘带之内，我们等待一个动作，就是突破。那么突破谁？突破这个高点，它的彩虹带高点是 315.043， 在正常的一个区间回调下，我们的买点是收盘价收阳站上飘带之上，而后构成买点，所以出现作为买点，回调买点，不出现等待它的出现。如果跌破飘带下沿，就找2号 K 线的低点，或者说找1、2号 K 线的一个低点作为支撑。这是对于目前的谷歌的看法，有调整强势，有正常调整，但是没有买点，等待买点。而后我们再看到甲骨文在出现了意外暴雷之后呢，市场出现下跌，破了低点，是吧？这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就下跌趋势的一个惯性，它的特征就是
每次上涨看它是反弹，上涨看反弹，上涨看反弹，它大概率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站在顺势的角度，只要趋势确实形成，而当下也在延续，那么我们按这种逻辑去看，你大概率会是对的。所以每一次的上涨看反弹，而到飘带附近呢就小心压力。这一次的上涨能够突破飘带，说明它这个多头还是比较强的。那比较强的多头却并没有形成反转，所以反转没那么简单。在黄色带上就不要随便的去看市场会走反转，而是以反弹看待。一有不对，是吧？连续的黄 K 了，一有不对要赶快跑，赶快走，避免这种再次破低点的出现。目前呢又破了低点，又是一个白 K， 所以当前进入到了一个超跌的状态。白 K 产生时意味着它即将反弹，或者说容易反弹。反弹的特征就是仿包阳线，当然它有时候反弹的力度可能时间比较短，像之前这个地方仿包阳线之后反弹是反弹了，但是飘带离得近，所以一反弹就见了日内的高点。而这里呢也出现了白 K 反弹反包，这里开始反弹，这里呢碰了飘带的下沿之后并没有滞涨，而是继续往上走所以到这附近才出现滞涨。所以有时候呢是一个弱势的表现，有时候是强势表现，但是不管是强势弱是正常，它其实都是反弹。所以只要还是空方趋势，它就容易破低点。所以这个地方哪怕后面再走白 K 突破之后再反弹，你也依旧还是看反弹。就正常反弹就是黄带之内，如果你非要做逆势做这种股票的多头，那么你要注意了，黄带附近就是要小心的，一走弱要小心。好，目前的黄带它的压力是 205.858， 等待白 K 反包然后看它的一个反弹。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MSTR 它是不是也是白 K 而后黄带反弹所以没什么好讲的。目前反弹到飘带之内呢，有明显的这个下跌了，而后跌到影线附近。我们说影线附近其实是有一个支撑的，所以当下等待支撑，它是一个下跌放量行为这个量能呢还不小，所以不算是一种好的现象吧。在这种低位还能够再次放量，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种 K 线之后能不能出现影线区间附近的止跌。在周线上，它的170天线其实又有快被跌破的情况了。希望这是一个日线的2次回踩，如果跌破了这一根均线附近就要小心，特别是有效的跌破。因为170天线呢，它正常是一个很强势的支撑，越大周期越强，特别是在这种周线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旦出现跌破先跑，或等待这附近可能挖坑什么的，我们在后续再去看。至少当下来看不太好，它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本次反弹转变，也没有走反转所以当下呢只能说左侧看一下这里会不会有止跌动作，而它的趋势的压力是 179.987， 这是黄带下沿的一个压力。支撑的话呢还是可以看前期的影线，在这附近找支撑之后产生的阳线表现，如果直接跌穿，那么这就麻烦股价呢继续保持下跌的趋势。而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微软的话呢就压力比较多，它上方的压力呢是共振的，就是中长期的压力和中短期的波段压力呢粘合在一起。在这里之前呢是在这里有震荡一段时间向上但可惜好像也是一个向上的收敛而已。而股价呢目前维持破位继续下跌，破位的时候呢有缺口出现，目前没回补，所以这个地方是空方较强，而多方不是很强。前方的这种缺口一补就有明显的下跌的力量，所以这个地方有点偏震荡，但是空方占优，飘带向下。当下这个地方就跟 MSTR 一样，这里是一个影线的支撑，支撑位上要有止跌 K 线出现，明显的反包阳会更好。窗透的话呢，可能小阴线的窗透效果就一般，最好是反包阳线，再去看止跌。当前还是看它的调整，170的压力是 486.562。 我们再看到 AVGO 博通的话最近跌得有点强，不过博通我们之前是讲过它有一个震荡的走势它是类似于这样的震荡。我们简单画一下，不是很标准，但大家可以去画精准一点，就正常就是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所以股价之前呢是突破一次有黄 K 然后回落，然后再突破一次也还是没成功因为消息面的影响，否则这一次突破的成功率还是比较大的，但因为消息面的影响，所以出现了回落。目前回落呢又来到了之前这个震荡向上的通道当中的下沿，而后它是连续下跌，还出现了蓝 K， 所以通道下沿某些关键支撑位上出现的蓝 K 呢，我们可以关注，特别它还是一个指示带，所以当前的博通短期暴跌，但中短期趋势其实并没有被影响，所以这个地方是一种砸盘低点的可能性是有的。而我们看到它是2号 K 线了，所以这两根 K 线呢1和2支撑在这根 K 线，所以这个地方它不能被有效跌破，就如果跌破一天快速收回来是可以的，或影线破是可以的，但这里不能够出现再次的又阴线大跌。好，但是我们不是说看超跌反弹你就直接买大家要理解，就买点的出现它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要有下跌的衰竭。我们知道这附近呢有一个重要的之前的上升趋势的一个支撑。好，那么这个地方又是破飘带，两根 K 线有支撑，所以这里呢等待首先实体变短变小啊，或者直接出现穿透的一个阳线，穿透一半是吧？我们也可以去看涨。如果是小 K 线呢，最好是等仿包。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它是来到了重要支撑，但如果这个重要支撑撑不住，还是预跌，就会打坏这种中短期趋势，市场的价格可能会往170去寻找这个支撑，297.798。所以这个地方要么就止跌超跌反弹，看是否能回归飘带，要么就加速往170走。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临界点，这种临界点一般容易构成砸盘的低点，所以一旦有止跌动作，是可以搏一波超跌反弹的。所以这是目前阿哲对于博通的观点。接下来呢，我们看到 AMD 的话也一样啊，就是黄色带。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打开飘带你就看得差不多了，就是中短期你用飘带看，就是紫色带、黄色带啊，趋势差不多，你加个170天线，那么这个中长期的支撑也差不多知道了。所以趋势来看呢，目前就是反弹飘带有下跌 K 线，当前就是延续目前就是延续下跌趋势，除非有二次回踩有明显支撑反映一根强阳，否则这个地方呢就是缺口补了，没有反馈的话，就没有明显的反弹的话，那么这里就是延续啊，看高点不创新高，低点创新低，那么这个结构就容易形成。那么当前的飘带它的下沿是216.53，这个是一个压力位，股价反弹容易在这里受压。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HOD 股价破了3天，进入到了一个超跌，破位的第一天，破位的第二天，好，这个支撑被破了，但破了之后立马是蓝 K， 所以这里要考验一下它是否是一个有效的跌破。刚好左边有一个缺口是吧？所以现在是破缺口破关键支撑，如果今天立马反包阳线，说明跌破无效。如果不是反包阳线，而是运线等等的也可以，但如果今天继续下跌，好，空方占优，空方强势，多头的一个关键位置都不起作用，那么这里就注意了，重新寻找170的一个支撑。所以当下呢，关键支撑就是这根阴线的低点117.835，而后缺口的它的下沿是116.81，关键位置已经被跌破一天，而后有蓝 K， 今天要止跌，要有小 K 线，要有运线，反包阳线出现，有的话呢还能看，如果没有，继续往下收中阴，或者说相对的小阴线也不行，所以这个地方要有止跌 K 线反馈才能看反弹，因为跌破的比较狠，所以这里呢只能看反弹，反弹补缺口都算它厉害，所以这个地方就先这么去看。我们看一下 K 的高点是120.66，这个地方如果能被反包，那么作为买点会更好。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PP 的话呢，就算强势了，前面连续的超买，连续的上涨，而后回调时呢又没碰飘带，所以当前在很多个股当中它呢是强的。好，那么这种强势的运作，它是不是跟左边的一个高点，我们画一下节奏啊，这里是下跌啊，而后反弹下跌，是不是有一个低点结构？好，那么后续的突破居然把它的高点突破了，所以它是一个有了新低又有新高，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结构的一个破坏。好，破坏之后呢，回调，这里看一下会是一个强支撑，因为它是左边的高点，之前的压力转支撑，然后这个地方它的飘带是紫色的，回调还没碰到，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共振支撑点。那么这个支撑点一旦有反馈 OK， 多方还可以的话，可以作为回调买点。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支撑是656.93，没有跌破它之前呢，影线都算是一种多方强势空方弱势的回调，找这种股票的回调点会比找很多其他的个股的要好，但是前提是要有止跌，如果没有止跌 K 线，我们不要乱抄底，因为它现在不跌不代表它就一定是一直保持强势，它也可以今天跌破，然后延续跌破，然后再走更深层次的跌破，就只要不止跌，不明显有买点，你就不要抱有幻想，我们只是提前分析这么去走，也提前去分析这里有支撑，但如果它人家就要跌破，那就不止跌，那你没办法，所以一定要等一个止跌的动作，否则你直接去抄底，那么你就太左侧就容易失败，容易被套，成功率就会很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下一只股票是Circle的话，也就是一个反弹，黄带反弹转紫色，但紫色带呢，不是说一定会走为上行趋势。我们之前讲过它的一个反转3要素，就是突破飘带为第一个要素，而后股价的回调不破支撑为第二要素，而后价格再去后续看涨。当下呢是下跌，而后有所放量，并且飘带没有支撑，那么这个地方就作为无效的转势地方。你依旧要关注的就是股价的二次回踩，它这里是个缺口支撑，如果碰到缺口能不能够有反馈，如果碰到缺口有立刻的反馈，或者说有超跌 K 线蓝 K 等出现，那个时候可以看一下，有可能是二次回踩，只是呢第一次弱，第二次强再回来依旧可以转势，
但如果这里直接往下破，甚至破低点，那就是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反弹后的一个下跌趋势的延续。所以关注缺口的支撑吧，它的最高是 73.29 啊，这里作为第一个我们迎接的支撑。如果撑不住，看前低，二次回踩如果都破掉，没有明确的反馈买点，那么就不要随便的去做多。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SMCI 出现了二次回踩，出现了蓝 K， 那么它的反弹很一般啊，就是正常反弹。正常反弹连左边阴线都没过，好，没过的话回调再给一次机会，不要破低点，就不要有效破低点，不要收阴破低点，而后出现连阴止跌阳线，把蓝 K 突破，那么构成二次回调之后再次的看反弹的点，这个反弹能强，它也有机会反转。如果直接不构成止跌，是吧？蓝 K 不代表一定止跌，蓝 K 出现代表超跌，超跌之后它也能够一直跌，是吧？超跌之后还能进入到白 K， 所以不是说出现了什么信号就一定构成买入和一定看涨，它都是概率性问题。所以蓝 K 产生说明进入超跌，在前低附近有支撑，超跌反包阳再看涨，否则不要动。最高点 32.86 作为一个等待的信号，突破则看涨。而因为离飘带比较近，所以能够突破它的概率就比较大。飘带上沿它是 34.588 作为压力位，这里如果能够止跌反弹，那么就很容易破飘带，而后我们再去看它的力度具体如何。而后我们再看到下的股票是 OKLO 呢，它其实就是回调170，是吧？我们说两个目标，就一个呢就是中短期的趋势，就中短期趋势呢，你用飘带就可以管了，就它的回调就都是中短期趋势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说一直都只是会出现中短期的回调，一旦它的趋势走了一波中长期的上涨，它到了某个中长期高点，它的回调就不是飘带能够管的，一般来讲就要看到170附近了。所以我们要去理解这一点，就是不是每次飘带都守得住，因为飘带它只管中短期，而你要去看到中期以上调整，可能就要看到170。像前期这一波下跌是吧，也是破飘带啊，破飘带转射，它往的就是170走，而后找支撑，再走出一波新的上涨。而这种新的上涨起来之后呢，这个飘带就管得着，而等它再走出一波类似于大级别的五浪上行之后啊，再破啊，那么这个地方它又要靠170了。如果这个170守不住，那么级别可能更大，那么甚至呢是一波更大的超大级别的一个上涨后的反转行情，那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先看好中短期，你的股票一旦脱离中短期的回调幅度之后呢，你就不要再乱去做它的下跌买进，因为空间可能会很大，你能多少钱去不断加仓呢？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止得住呢。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170附近，而后有蓝 K， 目前这里二次回踩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呢，必须要有阳线出现，没有曙光出现，没有一根阳线产生，一直是阴线，什么信号都不管用，你都不要放太多仓位。前面的这种下跌破位反弹有压力，它就是一种反转的一种初步的信号，转为一个黄 K， 转为一种黄色带之后啊，任何的上涨都只看反弹。目前黄色带快收窄到很窄，快要变色了，在170附近，如果这里能够停顿，那么飘带会转射后的反弹，那么它的反转概率会更大。所以整体结构呢，我们通过这一个多空之间的博弈，它的强弱、飘带的宽和窄去判定。目前底下有一个170支撑79.295，上方的压力是96.133，但这种空方力量是很窄的，说明当下是有戏的。只要这个地方不有效出现大阴破位，这个地方就容易是一种中期底部行情。但中期底部行情只是一种分析和判断，它不代表你一定要在这里去买股票，除非有明确的一些启动阳线出现。然后我们再看到 P2TR 呢，就是一波高位黄 K， 而后下跌到了170附近寻找了一个支撑，是吧？就刚开始时呢，很多时候的上涨紫色带就能够止跌，当它不能够止跌，超过了这种飘带的一个束缚之后呢，它就容易往170去走。所以之前这一波向下调到170，最近也调到170。好，调到170之后，能不能够不跌破170呢？关键就看这一波上涨，它会不会是针对它的一个反弹。如果反弹往下走，那这个170大概率守不住。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二次回踩不破这个趋势整体的一个强弱，它是一个正常或者说是砸盘都行，但是它不要脱离飘带，能够被飘带重新束缚住，能够止跌。然后走出这种结构，是吧？能够新高，那么后续在飘带上被进行一个制约，它就能够再次走出上行趋势啊，就又是一个底部启动的行情，就又能再走一波新高啊，然后再去小心。好，所以当下呢，我们要关注它的这一波回调之后往下
它的飘带上沿 176.908， 飘带下沿是 171.713， 目前没有止跌 K 线止跌信号，有一个高点的形成。那么等待它要么是一个弱势回调还是强势回调，亦或是砸盘我们要去进行关注。比尔 TR 的调整整体还是 OK 的，多方感觉还是比较强势，但是没有止跌阳线最好能够有一根阳线突破，看涨形态形成。那么后续你是做追涨还是做回调都没问题，只是追涨的话仓位比较多，回调的话呢后续可以有更多的仓位放置。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就是黄色飘带，然后它就是反弹，黄色飘带不管反弹多强势，只要没有转变颜色，没有有效回踩，那么它都属于反弹。所以这一波反弹之后又出现下跌了，目前看一下反弹之后的下跌就关注是否为二次回踩，如果是快速的破低点，有效的破低点，就是一个延续的下跌趋势。所以当前就是下跌放量，所以量能不少，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不太容易在这里出现止跌。我们就只能够关注一下它的这种趋势是否有出现反转的迹象，当前是没有。我们看一下这个白 K 是否会产生支撑，等到进到白 K 区域之中时，我们去等待这种反转的 K 线、网爆的阳线等等。然后看到下只股票是扣位的话也算是突破失败，突破之后呢不强势，而后回调破了飘带，没有止跌，破的时候还是明显的大阴线，所以算是跟随市场的一个下跌往下跌，依旧看法和刚才所讲的 Coin 是差不多的，不管是 Coin 还是扣位差不多都是如此。在二次回踩的过程当中，当它的回踩没有任何止跌 K 线之前呢，就不要随便去猜测它是二次回踩然后能够反转，我们就依旧以反弹而后创新低来去看，所以不要随便做这种相对来讲不容易走出反转的股票的多方，哪怕做也只能说你用左侧去慢慢的去分批的买，而不是右侧你去买太多仓位，所以这个呢就只能说还是空方的趋势。然后我们再看到 MU 美光的话呢是走了一波上行，之前我们说过这种地方呢是一种回踩的一种看涨点，看涨点之后遇到黄 K 就小心，黄 K 后回调说明它是一波超买。好，超买后回调看能不能被紫色带给束缚住。注意了，目前的美光是已经在170后起涨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紫色带也起了很多的作用，之前跌破一根跌破两根，这是一个砸盘低点，然后继续上涨新高，所以趋势没有问题，而后我们要关注它不能够超过这种砸盘的一个区间，所以跌破一根跌破两根都没问题，只要能够撑得住这个地方，它就不至于说回到170去探170，因为如果真的去探170是很远的，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飘带要有支撑，最好就正常就回调就行了，它调到飘带内直接止跌阳线收出飘带之上就作为一个买点。好，所以飘带的上沿目前是 240.102， 收盘账上收阳账上作为一个买点，最好能够穿透一半因为它这根阴线有点大，刺透一半那么会更好。如果这里没有止跌，没有好买点，没有强止跌，那么这里就要小心它会往再次的破位下跌去走强势的这种回调，相对多方弱势的这种回调就容易破位。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亚马逊就还是黄色带，只是离170较近，所以之前呢很多是回到170附近呢有所止跌，特别是有蓝 K 的时候所以170附近有蓝 K 我们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当然有白 K 会更好。不过目前的周期呢就是反弹而后下跌，从中短期来讲你不太好去操作因为它就是一个上涨后反弹，目前只要在破这个低点基本上就把趋势走得很坏了，中长期中短期都走坏了，所以这个地方呢算是一种你要么就守住，要么就很长一段时间不要随便做它的多头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有效支撑的地方，而后整体上涨之后走了一个类似中枢的地方。好，那么这里是一个震荡，之前呢往上破没有成功，往下拉也没有去跌破，目前呢这个上沿有点压力，往下回如果它是走破位而后反抽，那么这里是做空的点，就这种地方呢就是一个绝佳的做空点。好，那么现在还没走出来，所以还是在一个箱体当中运行，如果是往下依旧有支撑，那么其实在这种位置呢就做一个箱体下沿的一个多方，往上破往回踩不破，那么这种地方其实就做一些箱体的加速点，就等等的点位我们要去明白。目前是一个震荡，那么震荡的话呢就下沿找反弹买点，它的买点可以看到 219.05 附近出现的假破位，或者是止跌下影线的行为。目前有蓝 K， 但蓝 K 比较长的阴线，所以不好去突破，可以等附近止跌之后再去找。以上是12月1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